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林总，你看怎么办？新上任的厂长满头大汗地挤进办公室，声音里透着一股子为难。外面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队伍都排到村口那座桥上去了。咱们计划只招80个人，可现在眼看着得有300-400号人，好多人都在说，当年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求您无论如何一定得给个机会。我沉默地站在2楼的窗边，看着楼下院子里那黑压压的人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叫林峰，今年30岁。3年前，我在那座被无数人称之为魔都的大城市里，有一份旁人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工作。我在一家还算有名的科技公司当项目经理，手底下管着一个10几人的小团队，每个月扣掉5险1金，到手差不多有2万块。这个收入在同龄人里头，不说顶尖，也算是中上游了。那时候的我，穿着笔挺的西装，出入着市中心最高档的写字楼，每天嘴里说的都是用户粘性、产品迭代、市场下沉这些时髦的词儿，手里端着30块钱一杯的咖啡，对着电脑屏幕一坐就是一整天。深夜下班，打车回到租来的那个小单间里，往床上一躺，累得连根手指头都不想动。日子就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精准、高效，但冰冷的没有一丝人情味。我常常在凌晨2、3点钟被窗外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声惊醒，醒来之后看着天花板，心里就一阵阵地发慌。我就要这样过一辈子吗？用我的健康和时间去换取那份看起来还不错的薪水，然后去供一套几10年才能还清贷款的房子。我所做的这一切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直到那年秋天，我爸在电话里不小心说漏了嘴，说我妈最近腰椎的老毛病又犯了，下地干活都费劲。我心里一紧，当即就请了年假，买了回家的车票。我的老家是一个地图上都得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小山村，它坐落在连绵的大山深处，风景是真好，可也是真穷。从城市回到村里，感觉就像是从一个烧得滚烫的滚筒洗衣机里一下子跳进了一潭清凉见底的山泉。节奏慢了，空气好了，心也跟着静了，可这份宁静的背后却是掩饰不住的萧条。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大片的田地都荒着，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村里唯一的小卖部，货架上的商品都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晚上不到8点，整个村子就黑漆漆的，听不到一点人声，只有几声狗叫偶尔划破寂静。我妈的腰好了一些，但还是不能干重活。看着她和父亲日渐佝偻的背影，还有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不堪的手，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恐惧头一次那么真实地笼罩着我。那天下午，我陪着我爸去后山看我们家的那几亩山茶树，那是我们这里特有的品种，长在山崖峭壁上，吸取着山间的晨露和云雾，榨出来的山茶油色泽金黄，清香扑鼻，营养价值极高。我爸一边拍打着树干上的灰尘，一边叹气，这东西是好东西，就是卖不上价钱，外面的油贩子来收，给的价钱连人工费都保不住。村里好多人嫌麻烦，都懒得摘了，就让它烂在树上。我看着那些挂满枝头的饱满果实，一个念头突然像闪电一样
击中了我的大脑。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能把它做成一个品牌，卖到外面去呢？现在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振兴，对农业项目还有扶持政策，而我自己恰好懂互联网，懂市场营销，懂品牌运营，这不就是老天爷递到我手里的机会吗？这个念头一旦萌生，就像疯长的野草，再也按捺不住了。回到上海后，我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做了一份详尽到每一个细节的商业计划书，从市场分析到产品定位，再到营销策略和财务预算。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地干。当我把这份计划书和我辞职的决定告诉身边的人时，我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反对。我的顶头上司用一种孺子不可教也的惋惜眼神看着我，劝我不要冲动。小林啊，你这个年纪正是事业上升期，干得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搞农业那玩意儿水深着呢，不是你一个外行能玩得转的。我的女朋友更是直接跟我大吵了一架。林峰，你是不是疯了？放着2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不要，要回那个穷山沟里去。我当初跟你在一起是看中你的上进心，不是想跟着你去乡下吃苦的。最让我难受的还是我爸妈的反应。我把我的想法在电话里跟他们一说，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然后我爸那带着浓重乡音的颤抖的声音传了过来：儿啊，你是不是在城里受啥委屈了？跟爸说，咱家虽然不富裕，但也不用你回来种地，你好不容易才跳出农门，可千万别犯傻，再跳回来了啊！我妈在旁边一个劲的哭，嘴里念叨着，这孩子肯定是脑子坏掉了，脑子坏掉了，全世界都觉得我疯了。挂掉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出租屋里，看着窗外城市的万家灯火，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孤独。但我没有动摇，我知道，如果我现在退缩了，我这辈子都会看不起自己。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是为了在大城市里买一套房，而是应该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能让我感受到自己活着的事情。我毅然决然地递交了辞呈，退掉了租的房子，把这些年攒下的20多万积蓄全部取了出来，然后我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回家的路。我以为迎接我的会是家乡熟悉的温暖，但我没想到，等待我的却是比城市的钢筋水泥还要冰冷的目光。我辞掉月薪2万工作回乡的消息，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池塘，在小小的村庄里激起了轩然大波。我成了全村人茶余饭后的最大笑料。村口那棵大槐树下是村里老人们天然的新闻发布中心，我每天从那里经过，都能听到各种各样关于我的议论。听说了吗？林家那小子在上海混不下去了，灰溜溜的回来了。说话的是村里辈分最高的三叔公，他下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道，仿佛他亲眼见证了我的落魄。可不是吗？听说原来一个月挣2万块呢。这么好的工作说不要就不要了，不是傻是啥？现在的年轻人啊，就是眼高手低，以为读了几年书就了不起了，还是得让社会好好给他上一课。他们的声音不大不小，正好能确保我一字不落地听进耳朵里。我低着头，假装没听见，快步走过，背后传来的是他们肆无忌惮的哄笑声。就连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赵磊，也在一次酒后拍着我的肩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疯子，不是我说你，你这脑子是不是在大城市里被汽车尾气给熏坏了？放着好好的福不享，跑回来受这个罪，图啥呢？你看看我，在外面打了几年工，
现在回来盖了小楼，娶了媳妇，小日子过得多舒坦。你啊，迟早有你后悔的那天。我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喝了一口酒。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一个不可理喻的疯子。他们不相信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能开出什么花来，就像他们不相信我能在这里闯出什么名堂一样。父母虽然嘴上不说，但脸上的愁容却是藏不住的。每次看到村里人对我指指点点，他们就觉得脸上无光，抬不起头来。那段时间，我家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完善我的计划。我告诉自己，林峰，你没有退路了，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咬着牙把这条路走下去，用事实去堵住所有人的嘴。万事开头难，这句话我以前只是在书上看到过，但现在是结结实实地体会到了。我的计划第一步就是要把村里荒着的那些山茶林地给承包下来，进行统一管理和科学种植。可我没想到，光是这第一步就差点让我栽了个大跟头。村民们压根就不相信我。我拿着自己打印的土地流转合同，挨家挨户的去谈，可我得到的几乎全都是白眼和拒绝。承包林地，你个城里回来的娃娃，会种地吗？别是想把我们的地骗了去，到时候拿着国家的补贴跑路吧？林峰啊，不是叔说你还是安安分分找个班上吧，别瞎折腾了。我磨破了嘴皮子，把我的计划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他们听。可不管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信，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警惕。他们宁愿让那些山茶树自生自灭，也不愿意把地交给我这个不靠谱的年轻人。那几天，我真是尝尽了人情冷暖。白天在外面跑一天，晚上回到家还要面对父母的唉声叹气。我爸蹲在院子里，一口接一口地抽着旱烟，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儿啊，要不算了吧，咱斗不过他们的，回城里去吧，爸妈不怪你。我妈则是在旁边偷偷抹眼泪，看着他们花白的头发，我心里又酸又堵。我不能就这么放弃，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就真的应了村里人的话，成了一个彻头彻背的笑话。我咬了咬牙，从我的积蓄里拿出了一大笔钱。我把合同上的租金价格又往上提了30%，并且我改变了策略，不再空口白牙的承诺，而是直接把1年的租金用现金拍在了他们的桌子上。叔婶，这是第1年的租金，你们现在就可以拿着。合同白纸黑字写着，要是第2年我不给了，这地你们随时可以收回去。这第1年的钱就当是我送给你们的。看着那一沓沓崭新的钞票，很多人动心了。人性就是这样，再多的道理也比不上实实在在的利益来的有说服力。终于有几户胆子大，或者说家里确实困难的人家，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在合同上按下了手印。虽然只是零零星星的10几亩地，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撕开了一个口子。有了地，我立刻就干了起来。我把剩下的钱一股脑地投了进去，买了农机，请了技术员，引进了新的压榨设备。我把家里的老宅子改造成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坊。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就像上了发条一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工人们一起上山除草、施肥、修剪枝丫。我一个过去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的办公室白领，硬是把自己逼成了一个农业上的半个专家。白天在山里晒得像个黑炭，晚上还要研究那些新买回来的机器设备，说明书比砖头还厚，很多专业术语我根本看不懂。
只能一个一个的上网去查。有好几次因为操作失误，差点把机器给弄坏了。我的手上、脸上、身上添了无数道被树枝划破的口子和被机器零件磕碰出的淤青，但身体上的累还不是最折磨人的。最折磨人的是那种前途未卜的巨大压力。创业的每一天都像是在走钢丝，你不知道哪一步会走错，然后就掉下万丈深渊。那一年，我们这里的雨水特别多，山茶树爆发了严重的病虫害。我请来的技术员经验不足，试了好几种药都不管用。眼看着那些即将成熟的果子一天天变黄、干瘪、掉落，我的心都快碎了。到了收获的季节，产量比我预期的少了一半还多。更要命的是，因为病虫害的影响，榨出来的第一批山茶油品质也大打折扣，味道发苦，色泽也浑浊。我把样品寄给了几家之前联系好的经销商，结果无一例外，全都被退了回来。堆在仓库里的那几百斤油，就像一座大山，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我投进去的20多万积蓄，基本上都赔光了。村里的风言风语也在这时候达到了顶峰。我就说吧，那小子成不了事，把钱都打水漂了吧。三叔公又在他的新闻中心发布了最新消息，听说赔了个底朝天，现在连给工人发工资的钱都没了，活该！谁让他不听劝，放着城里的好日子不过，非要回来瞎折腾。就连最初那几个把地租给我的村民也开始后悔了，天天跑到我家门口来闹，生怕我付不起第2年的租金。我父母的头发好像一夜之间又白了许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2天2夜没出门。我抽光了整整2条烟，第一次开始怀疑我的选择到底是不是错了。也许我真的就是一个眼高手低、自不量力的傻子。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直播带货的视频。视频里，一个主播正在声嘶力竭地推销着一款农产品。我心里突然一动，对呀，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我最擅长的不就是互联网吗？传统的销售渠道走不通，我为什么不能自己开辟一个新的渠道呢？这个想法像一束光，瞬间照亮了我心里的黑暗。我重新振作了起来。我把剩下的最后一笔钱买了一套直播设备。没有团队，我就自己一个人上。没有经验，我就去看那些头部主播的视频，一个一个的模仿学习。我给自己的直播间取了个很土的名字，叫大山里的林峰。我也不推销我那批品质不好的油，我每天就扛着手机，在我们的村子里，在我们的后山上直播。一开始，直播间里根本没人，我就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村里人看到我天天举着个手机到处转悠，又找到了新的笑料。看，邻家那小子折腾完地，又开始折腾手机了。我看他是真疯了，天天对着手机傻笑。我不管他们怎么说，就坚持每天直播。慢慢的，我的直播间里开始有了1、2个零星的观众，他们对大山里的生活很好奇，会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很真诚地跟他们聊天，分享我的故事。我的真诚似乎打动了他们，我的粉丝从1个变成了10个、100个、1000个，虽然不多，但给了我巨大的鼓励。后来，我试着在我那批失败的油里找出了一些品质相对还算可以的，我把它们包装成很小的试用装，在直播间里免费送给粉丝们。我告诉他们，这是我创业失败的产品，但我相信我的原料是最好的。明年我一定会做出让你们惊艳的产品。我的坦诚
为我赢得了更多的好感。很多人收到了试用装后，都留言鼓励我，说虽然有点狭地呲，但味道很纯正，让我加油。我靠着直播打赏和粉丝们零零碎碎的预定支持，竟然凑到了几万块钱。这笔钱成了我东山再起的救命稻草。我用这笔钱请来了市里农业大学的教授，帮我解决了病虫害的问题。我还改进了压榨工艺，确保了油的品质。第2年，山茶树大丰收，榨出来的新油色泽清亮如琥珀，开瓶就是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我把这些新油第一时间寄给了那些曾经支持过我的粉丝，结果口碑瞬间就爆了。这油太香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山茶油。主播你没骗人，这品质绝对是顶级的，快上链接，我要买10斤。我的网店一夜之间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第一批产出的1000多斤山茶油不到1个星期就被抢购一空。我看着银行账户里不断跳动的数字，第一次在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看到了希望。我的合作社终于活过来了。接下来的2年，我的事业就像是坐上了火箭，靠着第一批产品积累下来的口碑和我在直播平台上持续不断的内容输出，大山里的林峰这个品牌在网上渐渐有了名气。很多美食博主和生活类的大 V 都主动找到我，要帮我免费推广。他们说他们是被我的故事和我的坚持所打动，订单越来越多。我的那个小作坊已经完全跟不上生产的需求了，我雇的人也从最初的几个增加到了20多个。那些当初对我冷嘲热讽的村民，看着我每天车进车出的往外发货，眼神也慢慢变了，从一开始的嘲笑变成了后来的嫉妒，再到最后的羡慕。有些人开始托人带话，想来我这里上班。对于这些人，只要是他是肯干的，我都没有拒绝。我心里清楚，我办这个厂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挣钱，更是想带着乡亲们一起把日子过好。村里的风气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大槐树下谈论的话题，从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变成了林峰今天又卖了多少货。听说在林峰厂里上班，一个月能拿4、5千块呢。我爸妈也终于挺直了腰杆，走到哪里都有人客客气气地喊一声林大爷、林大娘，他们脸上的笑容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灿烂的。到了第3年，我的品牌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订单，一家全国连锁的大型生鲜超市看中了我们产品的品质和故事性，决定和我们签订长期的供货合同。但他们提出的供货量是我现有产能的10倍，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必须扩大规模。我用这2年赚到的钱，加上银行的贷款，在村子后面的那片荒地上盖起了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工厂。厂房落成的那天，我请全村人吃了顿饭。席间，我宣布了一个消息：新工厂即将投产，需要招聘80名正式员工，从车间操作工到仓库管理员，再到后勤保洁都有岗位。我当众承诺，这次招聘优先录用本村的村民，只要是身体健康、手脚勤快，我们都要。而且工资待遇绝对比他们在外面打工挣的只多不少，并且工厂包吃包住。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整个村子里炸开了。几乎所有在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连夜买了车票赶了回来，那些赋闲在家的中年人也都摩拳擦掌，准备试一试。我把招聘的日期定在了3天后，招聘的地点
就设在我家那个由老宅子改建的办公室里。那3天，我们家门庭若市，无数人提着礼物上门，拐弯抹角的想让我给他们预留一个名额，其中不乏那些3年前对我冷眼相待，甚至恶语相向的人。他们现在的脸上堆满了谦卑和讨好的笑容。对此，我只是客气地收下礼物，然后告诉他们，一切都要按照招聘流程来，公平公正。终于到了招聘那一天，我特意起了个大早，可我没想到有人比我起得更早。天刚蒙蒙亮，我推开窗户，就被楼下的景象给惊呆了。我家老院子的门口，也就是我们合作社的临时招聘点，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那队伍从我家院门口，沿着村里那条唯一的水泥主路，一直排到了几百米开外的村口大桥上。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攒动的人头，粗略一看，少说也有300-400人。整个村子，甚至隔壁几个村子的人，好像都来了。我站在2楼的窗户前往下看，心里一时间五味杂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3年前，我拖着行李箱回到这个地方，站在这里，迎接我的是空空荡荡的街道和背后那些毫不掩饰的指指点点。而今天，站在这里的还是同样的一群人，他们穿着自己能找到的最体面的衣服，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一种局促、渴望，又混杂着一丝尴尬的复杂表情。他们踮着脚，伸长了脖子，焦急地朝着我办公室的方向张望，生怕错过了什么。我的目光在人群中下意识地搜索着，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些熟悉的面孔，那个曾经在大槐树下当着所有人的面断言我不出3个月就得灰溜溜滚回城里的三叔公，此刻正被他的孙子小心翼翼地扶着，挤在队伍的最前面。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正点头哈腰地跟维持秩序的员工说着什么。还有我的发小赵磊，他正满头大汗地使劲往里挤，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张纸，看起来像是一份简历。他的眼神有些躲闪，始终不敢往我这个方向看上一眼。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新上任的厂长，也是我从城里请回来的职业经理人，满头大汗地挤了进来。他走到我身边，声音里透着一股子为难：“林总，这你看怎么办？”他指了指窗外，外面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队伍都排到村口那座桥上去了。咱们计划只招80个人，可现在眼看着得有300-400号人。好多人都在说，当年是他们有眼不识泰山，求您无论如何一定得给个机会。我沉默地看着窗外那一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一阵恍惚，是选择公事公办，严格按照80个名额来，还是该如何面对这些曾经最不看好我，如今却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的乡亲们？这扇通往新生活的大门，是为少数人开，还是该想办法让更多人走进来？这道题比我创业以来遇到的任何技术难题都更难解答。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过身对厂长说：“你先下去，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让他们不要挤，按顺序排好队。告诉他们，今天只要是来排队的，我们都会安排面试，一个都不会落下。”厂长愣了一下，有些担忧地问：“可是林总，我们的岗位只有那么多。”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先面试，后面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厂长点了点头，转身下去了。办公室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重新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一眼望不到头的队伍，我心里清楚，他们今天站在这里，
不仅仅是为了求一份工作，更是为了求一份希望，一份能留在家乡陪着老人孩子，还能过上体面生活的希望。3年前我回来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证明自己，而现在我肩上担着的是整个村子的未来。这个责任很重，但我不能退缩。我整理了一下衣服，推开门，大步走了下去。当我出现在院子里的时候，原本喧闹的人群瞬间安静了下来，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那眼神里有敬畏，有期盼，有悔意，还有一丝丝的胆怯。我走到人群的最前面，目光缓缓地扫过每一张面孔。我看到了满脸局促的赵磊，看到了眼神躲闪的三叔公，也看到了许多曾经对我指指点点过的乡亲，他们的脸上都带着一种等待宣判的紧张。我没有说话，而是对着所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个举动让所有人都愣住了。直起身子后，我拿起了一个喇叭，用我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朗声说道：“各位叔叔伯伯、婶子阿姨、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林峰。首先，感谢大家能看得起我林峰，看得起我们这个刚刚起步的小厂子。我知道今天来的很多人都担心我们招的人少，自己没机会。在这里，我向大家保证，我们原计划是招聘80人，但我刚才跟我的团队商量了一下，我们决定在原有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增加招聘名额。另外，就算这次没有被录用的，大家也不要灰心，我们工厂后续还会扩建，未来需要的岗位会越来越多，而且我们还会推出公司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高于市场的保护价收购大家自己种的山茶果，并且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我林峰今天把话撂在这里，我回来就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发财的，我的目标是让我们村里的每一个人都能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我的话音刚落，人群先是短暂的寂静，随即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很多人眼眶都红了。招聘面试有条不紊地开始了。为了公平起见，我请了专业的招聘团队，但最后的复试由我亲自把关。轮到赵磊的时候，他走进办公室，头埋得低低的，不敢看我。疯子，他嗫嚅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我给他倒了杯水，递到他面前，坐吧。紧张什么？他接过水杯，手都在抖。疯子，对不起。他突然抬起头，眼睛通红。3年前是我狗眼看人低，说了那么多混账话，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个混蛋，今天你就是不录用我，我也没半句怨言，是我活该。我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也有些感慨。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了笑，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们从小一起穿着开裆裤长大，是什么交情？你脑子活，手脚也麻利，之前在外面工地上当过小组长，有管理经验，生产部的副主管这个位置，我觉得你挺合适的，有没有信心干好？赵雷猛地抬起头，满脸都是不敢相信的表情。我行吗？我说你行，你就行。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的说道。但有句话我说在前面，进了厂就得按规矩办事，要是干不好，或者给我偷奸耍滑，别怪我这个当兄弟的不给你留情面。赵磊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他站起来，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疯子，你放心，我赵磊要是给你丢了人，我自己卷铺盖滚蛋。送走了赵磊，下一个进来的是三叔公，他不是来面试的，是陪着他孙子来的。他孙子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也没学到什么技术。三叔公一进来
就搓着手，满脸都是讨好的笑。小峰啊，你看我这孙子人老实，就是有点笨，你给安排个活干，不用太好，能让他有口饭吃就行。当年是三叔公，我有眼无珠，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这个老糊涂一般见识。说着，他就要给我作揖，我赶紧扶住了他。三叔公，您这是干什么？您是长辈，可折杀我了。我让他孙子先出去，然后给三叔公搬了张凳子。您孙子的情况我了解，人很勤快，也能吃苦。这样，我让他去仓库当理货员，跟着老师傅好好学，只要他肯干，我保证亏待不了他。三叔公听完，激动的嘴唇都在哆嗦。谢谢，谢谢小峰，你真是我们村的大恩人啊！我笑了笑，说不上什么恩人，咱们都是一个村的，互相帮衬是应该的。以后村里的大槐树下，您可得帮我多说说好话啊！我半开玩笑地说道。三叔公老脸一红，连连点头，一定，一定。以后谁要是敢说你半个不字，我第一个就饶不了他。面试一直持续了整整2天，最终我们招聘了120名员工，比原计划多出了一半。工厂正式开工了，整个村子都像是活了过来。每天清晨，伴随着工厂的汽笛声，穿着统一蓝色工装的村民们成群结队地走出家门，他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自信和踏实。曾经寂静的村庄变得充满了生机和活力。我兑现了我的承诺，工厂的工资待遇是周边地区最高的。不仅如此，我还给所有员工都买了5险1金，这是他们以前在外面的小工厂里想都不敢想的。工厂的管理，我引进了城市的先进模式，但同时也融入了农村的人情味。谁家有红白喜事，厂里都会派人慰问；谁家孩子考上了大学，厂里还有奖学金。慢慢的，村民们不再把我当成一个老板，而是当成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主心骨。我的公司加农户模式也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村里那些荒了多年的山茶林又重新被开垦了出来，我提供树苗，提供技术，等果子熟了再上门统一收购。这一下，就连那些没有进厂的老人也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仅仅用了1年多的时间，我们村就彻底变了样，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楼房，买了小汽车，泥泞的土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水泥路。村里还建起了新的小学和卫生所。那些曾经拼了命想要逃离家乡的年轻人，现在都抢着要回来。他们说，家里有工作，有亲人，谁还愿意在外面飘着呢？3年后的春节，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个春节。在外地工作的孩子们都回来了，村里第一次举办了盛大的团拜会。团拜会上，三叔公作为村民代表上台发言，他端着酒杯走到我面前，老泪纵横。小峰，三叔公对不起你，当年是我老眼昏花，说了那么多不该说的话。今天我要当着全村人的面给你赔个不是。你不是我们村的傻子，你啊，是我们全村的骄傲，是我们所有人的大恩人。说完，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全村人都站了起来，对着我鼓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看着台下一张张淳朴而真诚的笑脸，看着我身边满脸自豪的父母，眼眶也湿润了。就在这时，一只温柔的手轻轻地握住了我。我转过头，看到了她，我的前女友。她是在1年前回来的。她说，她在新闻上看到了我的报道，她为我感到骄傲，也为自己当年的短视而感到后悔。她问我还愿不愿意给她一个机会。我看着她笑了，我们之间
经历了错过，也经历了成长。现在他回来了，成为了我事业上最得力的贤内助。团拜会结束后，我一个人走到了村后的山坡上，这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来的地方。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村庄，山脚下是灯火璀璨的新村落，一排排崭新的小楼整齐地排列着。不远处是我的那座现代化工厂，即使在深夜，也依然灯火通明，机器的轰鸣声充满了力量。3年前，我站在这里，看到的是荒芜和萧条；3年后，我站在这里，看到的是繁荣和希望。我突然明白了，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他飞得多高，走得多远，而在于他最终有没有找到自己的根。真正的价值不是在繁华的都市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格子，而是在这片生你养你的土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片真正属于自己也属于大家的天地。晚风吹过，带来了山茶花的清香。这片曾经让我感到束缚的大山，如今已经成为了我事业和梦想最坚实的根基。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